现在的房子装修是不是越来越高端了？但是还是照样屡屡翻车，为什么？细节。今天呢，我就从一个安装工的角度给大家说一下整个卫生间的布局，这是很多设计师都注意不到的细节。首先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选择马桶。选择马桶的时候，一定要量一下坑距。什么是坑距？坑距就是顶着后墙到这个排污口的中心，就是它的坑距。像这个是43，它在选择马桶上只能选择40的，可能离墙会有个2-3公分的距离。40的坑距是它最佳的选择。另外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预留角阀。很多水电工、水电师傅在预留角阀的时候，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留。从我安装工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要看正对着排污口到后墙这个中心线往外25公分，这是留角阀的最合适的位置。如果我们留电源的话，是中心往外25留电源，电源可以略高一些。水管呢，预留高度距离地面20公分左右，这是最合适的。旁边呢，它是一个花洒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洒的预留位置。这个水管到底留在哪个位置最合适呢？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理解。旁边，比如说这是一堵墙，像它这是个窗户，从这个窗户边到这个管的中心留40公分为最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常规的话选择浴房都是90的，90是浴房的外沿，到里边呢这个距离可能就是80到82公分，所以这个花洒留在浴房的正中心，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如果太靠墙，洗澡的时候会有点太挤了。高度呢是留在1.1米左右。在选择浴房的时候呢，根据自己的情况。比如说身高体重都不是太胖的，可以选择常规的浴房，90×90就可以。如果是个子比较高、身体比较胖的，可以选择尺寸大一点的，那就是1米乘1米的。像这个就是1米乘1米的，看一下这个比例，大块头的都足够用了。然后这边马桶左右不碍事，这个距离也够用。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安装浴室柜的位置。安装浴室柜的位置呢，首先说一下它这个水和排水。正常呢，我们经常安装浴室柜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这个角阀会卡住柜体，为什么呢？往往都是因为留得太低了，离地25公分左右，或者23-24公分，这种情况呢，很可能就会顶着柜子了。顶着柜子的哪里呢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刚好就顶在柜子的这块横板上了，一定要留的高于这个横板。那么留多高合适呢？按我经常安装的经验来判断，这个离地面留的高度可以留在40公分，然后中间的那个排水管可以留的略低一些，30公分左右。像它这个水管应该再高一些，排水管再低一些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水管留在40公分左右。上边呢还有一个进前灯的线，进前灯的线呢也是留在浴室柜的正中心。然后这个线的高度呢，一般可以预留在1.7米到1.8米的位置最为合适。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插座开关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在安镜柜的时候发现，这里预留了一个插座，镜柜安的时候刚好把它堵上了，这个一定要避免。插座预留的位置呢，一定要超过15公分以外，15公分以外去预留插座电源，这是浴室柜的细节。这个卫生间的整体布局呢这是卫生间的门，是一个耐开的，开了以后门大概就开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区域刚好是装洗脸柜。然后往这边转，转到这边呢，刚好是一个安装浴房的位置，花洒。这边呢是马桶。卫生间虽然不大，但是利用的是淋漓尽致。这个卫生间的电热水器呢，刚好预留在了马桶的正上方。
我们预留这个冷热水管的时候呢，这个位置怎么判断呢？最佳合适的位置应该是从顶上往下量60到70，然后它的从地上往上量的话，它的高度应该在1.7米左右。从上往下量这个距离呢，比如说我们的热水器直径的话40到45，然后上面预留3公分的挂钩距离嘛，然后下边还有热水器的接水口，从上往下量到60到70的话，装脚话，这个中间的距离刚好是连接管的位置。然后旁边的一个电源也是，电源的话，像它是装在这边了也可以，很多是也留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它们的高度呢，比水管略高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平行的话也不影响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对大家有帮助，拜拜。